各位同志们，大家好，我是光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童任忠，非常荣幸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赢三方协议官司的劳动者。但是索赔的过程并不顺利，他们要我到公司去签一份文件，按照那个文件上的内容，他们给我的钱只能算补偿金，而不能算赔偿金，所以我就写了个起诉状，把地方天地公司给起诉了。等了1年之后，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通知我开庭。在开庭现场，然后法官又问我，你就为了这一个字打官司，你认为打官司是儿戏吗？我当时跟法官说，这不是儿戏，这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我还明确表示，我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金钱而斗争的，是为了真理而斗争的。然后法官又问我，你认为什么是真理？我说，我认为宪法里面写的就是真理。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作为无产阶级劳动者，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犯了错还不认错的态度，这就是我坚持的真理。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说话的人，名字叫做童任忠，他最近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火了。这童任忠总是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劳动者。这童任忠你看到了吗？开头讲的这段话掷地有声宪法里讲的就是真理。中国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先锋队的国家我作为一个劳动者，就是看不惯这些资产阶级明明自己做错事情了之后，同时呢又不愿意承认错误的丑恶嘴脸。这话说的是掷地有声所以这童任忠最近在国内的互联网上一下子获得了很多的粉丝和点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最近连续打赢了几场劳动诉讼的官司，所以他的粉丝从几千一下子就蹦到了10万，又从10万又差不多蹦到了100万。结果就在他的粉丝即将达到100万的时候他的抖音账号就被封了，所有的视频都被下架了。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童任忠打官司的故事各位同志们，大家好，我是光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童任忠。今天我发现我的视频被一些人转发，然后就火了，我的抖音账号也因此有了将近10万个粉丝，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声明，我的视频版权属于全世界无产者，大家都可以将我的视频转载或者转发。这童任忠是北方工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是2022年毕业毕业之后呢，他在北京找到了一家公司求职，说好了1个月的工资呢是12000块钱。由于他这个工作能力还比较强在这个公司只上了3天班之后就实习3天之后公司就通知他正式办理入职手续。办理完入职手续的第2天也就赶上周末了结果他没有去办公室去上班，他的领导就在微信群里问他，今天是正式上班的日子，你怎么没来呢？他就说，今天是周末星期六星期六这是工人这个法定假期我不加班呢。这领导就有点不悦了你看我这你刚上几天班，我们就让你办了正式入职手续，还是很看好你的。现在公司呢，那谁都在忙着交付，你怎么就一点不理解呢？童任忠也非常不高兴他说他听到领导这句话，他就想到了毛伟人的一段话。我在公司入职的第2天就收到了周6要加班的通知，当时我心里就觉得特别憋屈，回到家里看着毛选就感叹，他当年说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为什么现在又站不起来了？我越想越别扭，就填了一首《念奴娇》，是吧？我就不加班，说我这个站起来了，我就不加班。于是他就跟领导说，他说我过去曾经跟2个企业打工，那2个企业都让我加班，都是臭不要脸。那领导一听就不干了，是吧？这年轻人好像是有点轴那说那你就不要来了，是吧？那你就签完合同之后你就办辞退。这童任忠也是不含糊辞退就辞退宁可辞退也不加班呢。于是呢，双方就算是不欢而散那童任忠被辞退之后呢，就涉及到一些他的后续的处理问题。那公司呢就要给他开5天的实习工资，那童任忠就不干了。童任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不算是实习，因为他已经拿到了毕业证，拿到了毕业证之后再去公司工作，你顶多算是试用期，你不能算是实习期。所以呢，工资不能按照实习工资来发，必须按照正式工资来发。这公司说要给他1714块钱，他不同意，必须按照正式工资来发。这第一。第二，童任忠还要求了，他说他只是要求不加班，公司就把他解雇了。那作为劳动者来说，他没有过错，而过错方在公司，所以公司必须要补偿他，因为要把他解雇之后的合理合法的这么的一个赔偿金。什么赔偿金呢？劳动法规定的 N+1，
也就是说他工作1年再加上1年的这样的一个赔偿金，就是1个月的工资。那1个月的工资是12000块钱吗？那公司就不干呢，是吧？公司就认为你才干几天，你就要求赔这么多钱。于是这童任忠呢就直接把这家公司告到了北京劳动仲裁庭。要说这童任忠这么不含糊直接就把这个公司告到了北京仲裁庭可能跟他过去的经历有关因为这他不是第一次打官司了因为童任忠在北方工业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呢，他就曾经到北京的一家公司里去实习去了。那个实习的时候，那个公司当时实际上也给他签了一个3方协议。什么3方协议呢？就是这家公司的，还有童任忠的，还有他的所在的学校的。因为现在很多国内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之前都要签这个3方协议嘛。那么当时这份3方协议给他的工资更高，1个月18000块钱。但是他在这个公司里头干了9天之后，公司就跟他解除了劳动合同，3方协议。这童任忠当时没办法呀，于是他就跟这家公司签了这个解除3方协议的自愿协议。结果在他毕业之后他立刻就把这公司给起诉了。最后这个官司在2022年的11月份终审判决，那家公司法院判决他违约，就赔了童任忠5000块钱人民币。打赢了那场官司之后，我就拿着判决书去找立方天地公司索赔去了。但是索赔的过程并不顺利，他们要我到公司去签一份文件，按照那个文件上的内容，他们给我的钱只能算补偿金，而不能算赔偿金，这让我感到无法接受。我跟他们明确了自己的诉求之后，他们也是明确拒绝了我，所以我就写了个起诉状，把立方天地公司给起诉了。他不能要补偿，他就得要赔偿，因为补偿和赔偿有着天壤之别的区别，在法律上赔偿意味着企业有过错，而补偿意味着企业没过错。童任忠不但是要钱，他还更重要的是想讨个说法。那法官呢，看着童任忠比较轴都有点急了然后法官又问我，你就为了这1个字打官司，你认为打官司是儿戏吗？我当时跟法官说，这不是儿戏，这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我还明确表示，我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金钱而斗争的，是为了真理而斗争的。然后法官又问我，你认为什么是真理？我说，我认为宪法里面写的就是真理。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作为无产阶级劳动者，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犯了错还不认错的态度，这就是我坚持的真理。于是呢，就把那个企业的律师给弄出去之后，就跟童任忠有了这段对话。童任忠讲完这段话之后法官呢又把童任忠请了出去，又跟律师单独沟通了一下，最终童任忠是拿到了2000多块钱的赔偿你看童任忠会维权还有你知道这童任忠平时也是个轴人他在毕业的时候，他做了一件这个惊天地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导师直接给举报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童任忠，我现在已经硕士毕业了。为了给我的硕士毕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写了一份2万多字的举报信，把我的导师涉嫌学术造假的情况给举报了。现在已经把这个举报信发到了相关部门下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这个举报信究竟是怎么来写的。好，大家请看，这个举报信的第1页是封面，我把自己最崇拜的一个人的画像给放在了上面，然后在画像的下面是这个举报信的标题是关于这个教授及其学生涉嫌学术造假的举报在这里我把这个教授的姓名给隐去了因为这个教授在我之前的研究生生涯里给我给予过一定的帮助，所以我在这里暂时不公开他的姓名他认为他导师涉嫌学术造假、学术抄袭，还把他的几个师兄，就他导师曾经过去带过他的几个研究生他们学术造假的那个实验室篡改数据、互相抄袭的事情，直接就给举报了。举报的过程中，他也讲了，他受到了 B 站有一个人这个启发。这个举报指导是你可以永远相信干饭侠，他是 B 站的一位特别厉害的打假 UP 主他给我的举报进行了很好的指导，在这里我也是非常的感谢他在下这个人呢，平时就是喜欢打假，然后呢，他就觉得他这种打假自己老师的行为本身也是为了社会空气的净化，而且他也讲到了。他就说，这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向这个社会丑恶事迹的宣战。我由衷的感谢干饭侠，让我在无望的科研道路上看见了曙光，让我在肮脏的科研环境里看见了正确的方向，也让我拥有了巨大的勇气与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者进行殊死斗争。
也许未来我到社会上还会碰到很多阶级敌人，碰到很多革命叛徒，碰到很多无耻败类。此外，我最想感谢的一个人，那就是敬爱的毛伟人。是毛伟人让我坚持着信仰走到了今天，是毛伟人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现实中的困难，是毛伟人让我一直不忘初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啊，你就知道了，这童任忠啊，在生活中每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去读毛选。当他去那个仲裁庭啊之前，他要起诉他自己企业之前，他又读了毛选。读了毛选哪一段呢？他就发现啊，老毛啊，在当时啊抗美援朝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应该且必须出兵朝鲜。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我们现在跟美国人搞，美国人搞之后，苏联人就会给我们枪，给我们炮。所以我们综合考虑起来，我们中国就必须要出兵朝鲜，解救朝鲜人民。童任忠读了毛选之后呢，备受鼓舞，于是呢，他就把他的公司啊告上了这个劳动仲裁庭。刚开始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我心里也没谱，问了很多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他们也都说不准。但是我一想到毛伟人在抗美援朝之前的表态，还是毅然决然的去申请了劳动仲裁。在我去申请劳动仲裁的那天，早上还不到7点，我就看见有一家公司，他们全体员工100多人都来到仲裁院了。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得知，他们平时各个部门互不相识，但是今天全都团结在一起了，还都准备了申请书，我就特别的感动。所以我在劳动仲裁的时候也都非常的坚决。后来在劳动仲裁开庭的时候，我向仲裁员确认了我的诉求，并出示了我准备的所有证据。当时那个公司代理人非常别扭，说我在入职的那几天根本没有去上班，还不认可我提供的证据。他的说辞让我感觉这个公司实在是无耻至极。怎么个丑恶嘴脸呢？他首先那个律师就说他自己没有怎么上班，这一共这5天根本没怎么上班。其次呢，又怀疑他是个职业打假人。为什么说是职业打假人呢？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他原先在那家企业里的时候啊，就刚工作了9天就被辞退了，他就把人给告了。然后他自己还讲了，他过去因为不愿意加班，有2家企业把他辞退了，然后呢，他去专门去给人打假。他就想跟那个法院讲啊，说这个童任忠就是个职业打假人，不是一个正经的职业人，他并不想找一份工作好好工作，就是想通过这种碰瓷儿的方式来让企业给他赔钱。但是呢，由于这个童任忠啊举的这个证据还比较充分啊，所以他这个劳动仲裁最终以他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他没想到啊，他这个仲裁庭虽然胜诉了啊，但他跟这个公司的官司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仅仅是个开始。他呢胜诉之后呢，就给他公司的老板打电话啊，要求赔偿啊，1000多块钱呢。这个那个老板啊，在电话里头非常不客气啊。喂，我是童任忠，我跟你第一场官司打赢了，赶紧把1000多块钱先赔给我吧。我这边有代理，你跟我打电话干什么？那你说我跟谁打电话？我官司打赢了，我得要钱。我有代理啊，你跟谁打官司了？我跟你打官司。是谁招你进来的？你找我进来的？不对呀，我招你进来，你他妈有没有感恩的这个态度？什么感恩？这是讲法律的，你得遵守劳动法，遵守劳动法。我没说不遵守啊，你就是不遵守了。你让我周六去上班，你是不是不遵守了？别给我打电话，那我到时候就强制执行了。强不强制？强制，不强制拉倒。行，神经病，你他妈的！这段录音啊，我听的时候，要说我心里也不是特别舒服啊。就是这个老板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傲慢，钱不是很多啊，但是呢，他对这个劳动者确实是缺少一些基本的尊重啊。这童任忠放下电话之后呢，就决定把这家企业给起诉了。与此同时呢，这家企业同时把童任忠也给起诉了。那我具体原因啊，在网上也没查到。我猜啊，可能是因为童任忠把他跟企业的一些纠纷放到了网上啊，这企业认为啊，这童任忠侵害了企业的名誉权。就在他这个上访之后不久呢，这家企业的律师啊就跟他联系了。那这个律师的口气啊就明显软多了，核心一个意思就是希望跟童任忠啊和解。你不就是要钱吗？一共1万多块钱，对吧？那我就给你呗。希望能够跟童任忠啊好好谈一谈。童任忠一口拒绝。你好，你是哪位？
啊，哥们儿是我，航天巨恒的代理人。啊，那你赶紧把钱赔给我吧。公司起诉了。公司起诉了。哎呀，那太好了，到时候那个就能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这个起诉了之后，官司咱们好好打啊，然后你尽可能的把你这边的能说的话都给说出来，然后我这边我也尽我所能，把我这边我要争取的权益都争取过来，然后最后打完了，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可以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啊。那个无所谓，啊，然后反正也是小公司也啊，然后但是现在那个你说公司这边老板哈啊，觉得好烦呀，就想跟你和解。不和解啊，那个赶紧的，咱们走起诉，走那个诉讼流程，好吧？我去，你这不是你这诉的金额也就那么1万多块钱，为啥不和解呢？那大不了公司就是把你诉的金额给你就完了。我得跟你说啊，咱们起诉了之后，这个诉讼的结果是会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对，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上中国裁判文书网，我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公司犯的这个错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是我的诉求，明白吧？你看，你总共也就诉了3个案子，加起来你诉的总额是15000多，其中有2项还是重叠的。那个不重叠，一个是实习工资，一个是那个工作的正式工资，明白吧？这个可以到时候再讨论哈。我们拿着那个，反正事儿就那么点事儿嘛。对，然后你考虑一下呗。我不考虑，跟你说我不会和解的。然后你作为公司那边的律师，我对你的法律的精神非常的钦佩，对你法律的业务表示非常的认可啊。我希望你在接下来跟我去当庭对质的过程中，发挥出你最佳的这个水平啊，不要有任何的保留啊，一定要把这个官司打好，咱们俩痛痛快快打好这场官司，打完了之后得出最后的结果，得到那个最后的裁决，行不行？这个你又何必呢？我什么何必呢？这是必须的，这是阶级斗争，这不是一般1万多块钱的事儿，明白吧？但是这期后啊，他跟这企业之间还有诉讼，我估计可能是 N+1那一部分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官司啊，持续了大概1年半左右的时间啊，最终他是达到了所有的诉讼目的，就是一共拿到了1万多块钱，就是1个月的工资，再加上呢，这企业应该给予他的工资补偿或者赔偿啊。那么整个童润中打官司的这个来龙去脉啊，大致就是如此啊。那么为什么童润中啊在网上会获得这么多的点赞，会获得这么多的支持呢？我认为啊，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就中国的劳动法啊，经过修改之后啊，虽然说对劳工的保护权益还算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很多劳工啊，在现实中间有这么一个困惑，有这么一个困境。就是说，你跟企业如果要是打官司的话，你有可能赢得官司，但你可能会丢掉工作。你不是打官司吗？你不是要告我吗？你不是想起诉我？你不应该加班吗？那好啊，你赢了，赢了之后你走啊。但是对于很多劳动者来说啊，这个工资或者说是工作比维权要重要的多。所以你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看到啊，虽然中国现在有一个相对来说还不错的劳动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间呢，很多企业并没有把这个劳动法当回事儿。就比如说加班吧，是吧？那么很多企业可能就认为加班这件事情啊，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是吧？还需要征求你意见吗？所以童润中在上班的这第2天，人就说这星期六上班你怎么不来呢？也给人感觉上班就是天经地义的，就是星期六啊。所以劳动法的很多规定就成了据文，这是中国的现实情况。所以童润中打官司赢得了这个诉讼之后，很多劳动者就给他点赞，因为他们在认为童润中是代替他们去教训那些资本家，教训那些老板，觉得替他出了气。那些老板们跟童润中打交道的过程中是前倨后恭啊，一开始就完全不把他当回事儿，是吧？但是后来呢，当所有的官司都结束了之后呢，法院判的钱都麻溜的给他了。为什么？就是这个资本家们或者说这些老板们，当真的面对法院裁决的时候啊，他就实际上都老实了。当真正的劳动者拿到这个法律武器啊，不惜代价，不惜用自己的工作作为前提跟他们维权的时候，他们全都老实了。所以就这些劳动者啊，都纷纷的给童润中来点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第2个方面呢，就是童润中啊他自己所讲的这些话啊，我个人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你看他到关键的时期啊，他就讲，
毛伟人教导我们说，是吧？这个面对怎么样，他要怎么样，是吧？然后这个面对这个无产阶级啊，要团结起来。什么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剥削，我们要跟他们进行斗争。这套语言呢，说句心里话，在中国啊，你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听到了。这都是几十年前的古董语言呢。那50年前的文革时期，老毛那个时期，大家都天天这么讲。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应该说在讲这些话的人已经非常少了。我仔细看了同仁中的这些视频呢，我觉得他不是装的，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这么认为。他几乎在每一个这个事情的过程中间，都是频频的看毛选呐，都是频频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里头这样的一个这个著作里头去寻找依据啊。你比如说，他给自己导师啊去举报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使用价值和价值。他说，当这个包装出来的这种使用价值都离价值偏离很远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一种财富的浪费。那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我们在过去啊，在我们那个时候啊，中学时期在学的政治经济学里头都有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还学不学啊？但总而言之，他所讲的这套理论，现在几乎没有人在讲了。那是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我知道毛伟人说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但那只纸老虎却一直撕咬着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到今天都无法完成统一大业，让我们的人民常年被他们民主自由的虚假谎言欺骗，甚至让我们的很多劳动者都朝思暮想着前往美帝生活，以自己是敌国人为荣。在我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有太多学术水平非常高的同学都向往着奔赴美帝，而且还考虑在美帝定居。这样的选择非但没有被唾弃，反而成了很多高材生的共同追求。他们把数以万计的钱财支付给美帝，让那些伪装成高水平学校的资本工厂给加工洗脑，其中一半以上的人都被塑造成了朝秦暮楚、背叛革命的高技术工贼，喊着服务全人类的虚假口号，去为美帝的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不过我在这里要讲啊，其实啊，维护劳工者的权益啊，不能靠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你可以靠什么呢？你得靠法律来维护，对吧？如果法律不能维护你的权益的话，充其量我们可以通过社会运动来维护啊。比如说工人真的要团结起来，跟这个资本家去谈判啊，搞这种集体谈判机制，那我觉得都可以。甚至你组织罢工，这个都是工人的正当权利啊。但你要搞阶级斗争，那其实阶级斗争本身并不能维护劳工的权利，因为阶级斗争你指的是什么？最后是消灭资本家呀，你最后是搞公有制啊。你消灭了资本家以后，那没有人剥削你了，你其实可能也就没有工作了。那个老毛那个时候搞的那个社会主义一大二公，那最终不就是证明，当把资本家消灭了之后，其实工人阶级也就不但没有解放，反而彻底失去了解放的机会吗？因为你面对资本家，你还可以斗争一下；你面对无产阶级组建的企业，你给我斗争一下试试。那早就对你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了。所以用阶级斗争来维护工人阶级的权利，这其实早已经被证明是走不通的。就你比如说，他讲美国，他在这个自己的很多视频里头讲，而美国啊对我们亡我之心不死啊。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头，那劳工保护的权利，那不比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要高吗？那这不是一个非常讽刺的吗？那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所以在我看来，同仁中的这套理论观念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肯定的，他这种较真的做法对于一个社会劳工权利的维护啊，确实有积极作用，甚至包括对于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来说都有积极的作用。这同仁中啊，他不仅仅打劳动这个诉讼官司啊，他在生活中遇到其他的事情，他也动不动就去维权呢。你比如说，就在他打官司之后不久啊，他在北京有一次啊，他坐地铁，他拿那5毛钱的这个纸币啊，去买这个地铁票的时候呢，人家不卖给他，这同仁中就急了，你这个又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纸币流通的管理条例啦。是在哪个站呀？能提供吗您？北京站。北京站是吗？就是北京站是哪个口啊？南边的一个口。哦，行，好的，那我大概知道。什么时间能提供吗？11点多。行。
行，好的，是男工作人员还是女工作人员跟您说这个5毛的纸币收不了啊？是女工作人员。行，好的，那我们会把您说的这个现场问题给您记录下来，反馈到他们上级单位。您贵姓啊，先生？我姓童，儿童的童。童先生，您需要责任单位给您回复吗？对，我是需要你到时候处理好了给我一个回复的。那么对方就跟他讲，他说呢，我们给你道歉。童任忠不依不饶，他说道歉不行，你一定给我一个书面道歉，要写下来盖上你的公章。对方就有点急，说这么点事儿是吧？你非得让我们给你书面道歉是吧？你想干什么呀？你给我一个书面道歉，不然我就起诉你们。不至于咱们上升到这个程度吧，先生。我想要非要说，或者就起诉怎么着？咱们当面给您赔礼道歉，这个事儿当面的算什么？你给我一个书面的才行。不是为什么呀，先生？就是书面的有保存的价值，我这个是我做斗争的一个记录。说的严重点，您这真的，我们基层这块儿出现一次错误，就是您这是干脆一定要给我们打死的感觉。哎，对。最后呢，对方没答应他，他真就把对方给起诉了。起诉了之后呢，对方没办法了，最后呢又跟他沟通，就真的给他发来了一个道歉函，非常诚恳的道歉函，他才撤诉。所以你看到吗？童任忠在生活中确实是一个较真的人。他不仅仅呢在劳动合同中维护自己的权利，在社会中间，他看到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他也通过法律的手段呢，然后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做的没问题。不管他本身呢，他是不是一个毛粉呢，他是不是一个左派啊？但我觉得这一点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他的这一套这种意识形态啊主导下，他有些行为就值得商榷。你比如说啊，他打完官司之后，他前不久啊，他举报 B 站。他为什么举报 B 站呢？他说在 B 站中间，他看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讲到蒋介石。前2天我发现有个人在 B 站上发了个视频，说蒋介石功大于过，需要更加客观理性的看待这一历史人物。这个视频的点击率竟然还达到了5万多。我看完之后很生气，当即就进行了举报。我的举报是这么写的：这个视频公然洗白蒋介石，说他功大于过，需要客观理性的看待。事实上，蒋介石是彻彻底底的民族罪人，他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员，在第5次围剿中央苏区结束后，还在江西搞屠杀。抗战时期不仅不好好抗日，还使劲反共，破坏抗战。解放战争时期还反复搞屠杀，杀害了包括江姐在内的众多民族英雄。我把举报提交了之后，很快收到了 B 站的回复，说我举报的这个视频暂未发现其存在违规。于是我又找到 B 站的人工客服继续进行举报。人工客服跟我说要我通过之前举报的窗口进行举报。我跟他们说我举报了你们不管，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他们让我出示举报的截图，我出示了一个截图之后等了1个多小时。他们又跟我说我举报的视频没到下架的程度，然后他们跟我要我的联系方式，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他们之后，立马就去中央网信办把他们这个 B 站给举报了。那 B 站就害怕了，他这举报给中央网信办，那搞不好给 B 站都给封了是吧？那 B 站也怕惹麻烦呢，于是呢就把这个视频呢就给下架了。那这个事件过程中间，我觉得就体现了这个童任忠啊，他的这套理论体系过程中间的那种不太好的一面。为什么呢？诉诸权力来解决那种不同的观点。他觉得这蒋介石跟他的认知不一样，他的认知蒋介石就是一个民族罪人嘛。那有些人认为可能蒋介石还是个民族英雄，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的结果，他就诉诸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把对方给干掉，干死。是最后把蒋介石给干死了，但是呢，殊不知啊，最后呢，他自己也被干死了，他呢也被抖音给封杀了。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这背后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童任忠口口声声的用中国宪法里头，那中国是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就是跟资产阶级斗争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实呢，今天的中国早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当然都知道啊，改革开放以后，是吧？这个公有制这套体系完全被打破了，整个这套工人阶级领导的这套意识形态也都被去除了。
但是中国正是因为抛弃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才为中国奠定了过去40年的经济繁荣。但是呢，共产党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啊，还挂着社会主义的一个招牌，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先锋队。所以你看中国的宪法呢，还有这些话。而同仁中呢，同仁中就把这些话拿出来，天天在这个地方张扬。但实际上，共产党都已经跟大家讲，你不要认真注意这个地方。你如果认真注意这个地方，拿中国那个宪法来对照今天的中国现实，那不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荒唐吗？对吧？你说工人阶级是先锋队，但你看看今天的工人阶级哪有一点先锋队的意识啊？你那农民工，你在街上送外卖，你在街上跑滴滴，你的劳动保护有尽到吗？哪有一点先锋队？他们备受压榨的同时，哪有一点像一个国家主人翁的样子啊？所以当同仁中反复在讲这个国家就应该是工人阶级的时候，你想想今天的中国的当权者会愿意听这样的话吗？显然不让啊，显然不愿意啊，所以最终把同仁中给干死了，给干掉了，这就是他的命运。但这个命运说明什么？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同仁中所讲的这一套方法不但在中国是假的，更重要的是他用传统的那一套共产党的传统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诉诸的用权力来解决不同意见纷争的逻辑，不但是可以消灭他自己的敌人，同时最终也会反噬他的自己。我希望同仁中在这个被封杀的过程中间除了练练自己的健身，是吧？同时他也想一想他自己取得的这些官司的胜诉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维护他的权利？到底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到底应该用怎样的意识形态来指导自己跟这个社会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是同仁中，我跟你第一场官司打赢了，赶紧把1000多块钱先赔给我吧。这是讲法律的，你得遵守劳动法，遵守劳动法。我没说不遵守啊，你就是不遵守了。你让我在你上班，你是不是不遵守了？公司这边老板觉得好烦呀，就想跟你和解。不和解，不和解。是毛伟人让我坚持着信仰走到了今天，是毛伟人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现实中的困难，是毛伟人让我一直不忘初心，将革命进行到底。说蒋介石功大于过，需要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一历史人物。我看完之后很生气。真的，我们基层这块出现一次错误，就是您这是干脆一定要给我们打死的感觉。对。我决心把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与美帝抗争到底。所以我不断地在实践中体会毛伟人的思想，不断地思考着中国的未来，不断地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不断地在一次又一次的艰辛探索中追寻理想的方向。